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春节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2026年必将是 AI 爆发的元年啊。那么大家觉得今年春节期间什么东西最火啊？是元宝的红包还是千问的奶茶啊？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都不是啊。最吸引我眼球的其实是小龙虾啊，它不是吃的啊，是这个 Open Cloud 啊，这个开源项目啊。那么它就像是25年春节期间的 DeepSeek 一样，都是在大家最开心的时候、最不想工作的时候，突然爆火的 AI 应用啊。那么看过我前面啊这期视频的这个观众啊，可能会觉得，我应该是打算让这个 Open Cloud 啊帮我做自动化交易啊，那么你就想错了啊，因为 AI 交易这一块的话，我另有安排啊，我更愿意使用自己的代码加 AI 的全自动方式去运行啊。那么对于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我上一个视频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其实并不是 AI 交易相关的啊。那么这个视频呢，它的评论区讨论的还是比较火热的啊，尤其是从这个观众的投票弹幕啊，也能看出来，就是市场对于 AI 交易的看法啊，基本上就是一个5-5开。吃晚饭时间到了，记得饭后吃钙片哦。吓我一跳啊！这个小龙虾有时候提醒，真的吓你一跳啊！好，我这里先简单说一下这个小龙虾啊，就这个 Open Cloud 它到底是个啥啊？那么虽然它在26年初就已经火得一塌糊涂啊，它的这个 GitHub 新标已经破了几十万啊，也超越了 Linux 啊，成为了 GitHub 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一个开源项目啊，甚至腾讯啊这些大厂也都是直接线下摆摊啊，帮助大家免费的去安装这个小龙虾啊，现场也是人山人海啊，这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频道的一些这个观众吧啊，他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啊，尤其是那些只专注于交易啊，就没有太追这个 AI 前沿的小伙伴啊，我给这些小伙伴解释一下啊，就是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啊，那么这个小龙虾啊，它就是一个可以完全跑在你自己电脑上的一个能够真正动手干活的一个 AI 智能体啊，它不像是我们之前这种 ChatGPT 啊，或者 Gemini 或者 DeepSeek 豆包啊那样，只能在聊天框里给你一堆文字，而它啊这个小龙虾啊这个 Open Cloud， 它是给这些 AI 大模型装上了手和脚啊，就是它能够直接的去操作你的电脑啊、你的浏览器啊、你的本地文件啊，甚至也可以通过这个聊天软件啊，你比如像这个 Telegram 啊，还有我自己用的这种飞书啊，包括微信啊，都可以以这种聊天的方式、对话的方式啊，随时的去接收指令、执行任务，并且给你反馈啊。而且它是一种主动式的去做这些任务啊，就是不是那种被动的催促着啊，它是主动的去进行啊。你像我电脑上养的这只小龙虾，它就会主动的去刷论坛啊，就看视频进行学习啊，因为它里面是有一个它是有一个定时任务的概念啊，而且它是具备持久化记忆能力的，只要你给它添加上对应的这个 skill 啊，就是相应的这个技能啊，在这里都可以进行安装啊，只要你添加上相应的技能，它就会每天都进行反思啊，进行学习，而且它每一天都会更懂你一点啊。那么这个应用大家为什么叫它小龙虾啊？都戏称自己是在养虾啊，是因为它的官方这个吉祥物啊，就是一只红彤彤的啊，这个可爱的这个小龙虾啊，它的图标也是非常醒目啊。那么它背后的隐喻其实也比较形象啊，就是以前的这些 DeepSeek 啊，这些豆包啊，它虽然很聪明啊，但是它只是一个聪明的大脑，它可以思考、可以分析、可以回答问题，但是它并没有办法帮你去真正的干活啊。而 Open Cloud 呢，它就像是给这些大脑装了一对非常有力的这个钳子啊，这个 Cloud 啊，让它可以从这种聊天框里啊，就是爬出来，真的去帮你点鼠标啊、收资料、跑脚本、整理文件。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住在你电脑里的24小时的一个打工仔。好，那么我今天呢，主要就是给大家聊一下我最近2周吧使用它的一些体验啊，以及我觉得它在我们做交易啊、做量化研究这件事情上最大的一个帮助啊，到底是什么啊？后面我也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一些应用场景啊。当然，我这里要说明的一点就是 ，Open Cloud 啊，它是一个开源的软件啊，但是它并不是交易相关的啊。
那么对于做量化、做交易的人来说，你如果用得好的话，它确实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强的、非常懂你的交易助手啊。好，那么它这个安装教程的话，我就不讲了啊，因为现在网上类似的这个教程已经很多了啊。不过呢，我这里还是让这个小龙虾啊，他自己帮我总结了一下我安装它这个过程所用到的一些命令啊，还有整个配置过程，都让他帮忙整理了一下啊。我也会把这些命令啊放在截图的这个公众号文章里啊。那么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因为我这次的这个安装环境是非常干净的啊，我是专门用一台全新的 Mac 来做配置的啊。那么这个电脑它在安装小龙虾之前是没有任何的开发环境的啊，所以对于很多是第一次接触的小伙伴来说，我这个安装顺序啊可能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哦，对了，针对于国内的用户来说啊，你在安装的时候最好是开启一下这个虚拟网卡的模式啊，因为这样的话你安装起来会比较顺畅一些啊，就不容易出问题啊，因为它这个小龙虾配置起来还是有一点门槛的啊，有一些 bug 啊。好，那么丑话说在前头啊，我们先聊一下它这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啊，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用这个小龙虾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使用成本啊？因为我感觉很多文章啊，它可能没有提这一块啊，都是在说这个小龙虾有多么好用啊，会引领未来啊，但是它具体要付出一个什么样的成本呢？毕竟如果说一个工具啊，它使用的成本太高啊，它使用成本已经高于了它能带给我们的收益了，那么我们就没有那个必要去折腾它去安装了啊。好啊，那么首先这个 OpenCloud 它本身是一个开源的软件啊，就是你部署它是不需要花钱的啊，但是你想要让它干活，就是这个过程真正产生费用的是你要给它接入的大模型 API 啊。那么比如说你让这个小龙虾每天在盘前的时候帮你分析一下当天这个有操作机会的这个股票，那么它在接收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时，它就会跟这个大模型产生交互啊，就会产生token 使用量的一个费用啊。那么我现在接入的这个模型是这个 Mini Max 啊，Mini Max 2.5啊。这个小龙虾的创始人 Peter 他在公开的访谈中也是多次大力推荐这个模型啊。那么他个人的工作室也是长期稳定使用这个模型啊，在跑啊，他是真的在用的啊。我个人其实一开始我使用的是 Queen 的这个 API 啊，我短暂的用了几天之后呢，我后来还是换到了这个Mini Max 的这个 Coding Plan 啊，就相当于是一个包月套餐啊，就更划算啊。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接入像这个 OpenAI 啊、Claude 这些模型啊，但是他们的费用也会更加的昂贵啊，因为这个小龙虾真的很烧 token 啊，很烧啊。所以这种包月套餐的话，就是一个性价比的选择吧啊。那么现在这个 Mini Max 啊，它也有一个邀请的活动啊，就是用这个邀请链接的话，可以享受9折的一个优惠啊。平台也会给邀请者啊，比如说你使用我这里这个链接的话，你享受9折的同时，我也会得到10%的一个代金券啊。不过这个活动它是有时间限制啊，到4月30号啊。好，那么综上所述啊，就是关于 token 啊，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可以根据任务的一个复杂程度来做一个简单的划分啊。那么比如说逻辑比较复杂的、需要推理能力比较强的任务，你可以让它调用更强的模型啊。而一些比较日常的、比较简单的任务啊，比如说一些资料的整理啊、总结啊，还有代码的生成之类的啊，其实你用这个 Mini Max 啊，包括 Kimi 包括质谱啊这种有 Coding Plan 的模型啊，也是完全够用的，而且它的价格真的是会便宜很多啊。好，那么这就是 API 的一个费用啊。除了 API 的费用呢，还有一个就是运行的环境啊。现在很多的这种云服务器提供商啊，比如说阿里啊、腾讯啊，包括我前段时间给大家介绍的这种 uCloud 啊，其实都已经接入了一键部署的方案啊。当然前提是你得用他们的服务器啊。那么这种方式呢，优点就是比较省心啊，就没有硬件的投入。但是缺点呢，就是你每个月要多出一笔服务器的费用啊。而且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如果是云端的运行，然后在远程操作的话，你整体的这个体验感会稍微差一点啊。而我个人的方式是买一台全新的这个 Mac Mini 啊，就专门拿来给这个小龙虾使用啊。那么这是一次性的硬件投入啊，就适合追求稳定、想要完整体验的人啊，它也是公认的一个最优解啊。就这个也导致最近这个 Mac Mini 竟然还涨价了啊。那么它使用这种独立设备的一个好处啊，本地设备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环境是非常干净的啊，就是电脑上基本上就只装了
OpenCloud 相关的东西啊。那么我日常使用的一些软件我都不会在这上面安装的啊，我也不会把我过多的一个个人信息在这台设备上进行一个暴露啊。因为这个小龙虾啊，它使用上有一个问题我还是比较介意的啊，就是它所要的这个权限啊很高啊，真的很高。你像我们之前做这个服务器上的，包括还是很大型的、很稳健的这种企业级应用的一个部署啊，那么这样的应用，他们的权限我们都得一层一层的去开啊，去控制啊。而这个小龙虾，它所要的权限啊，真的太多了。就是你想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啊，你就必须把所有的权限都交给他。所以我这里就是干脆准备一台没有任何个人信息的电脑，专门给他用啊。这样即使他有很高的这个权限啊，我自己也会更放心一些啊。关于这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是没有毛病的啊，没有毛病的啊。毕竟网上其实已经有一些事故的先例啊，就是这个小龙虾把这个误删除了文件，或者说是误删除了邮件啊等等之类的啊，甚至还有的去拿这个机主的钱啊去自行的消费的这些案例啊，也都是有的啊。而且有句话说得好，就是无论你的这个下属有多能干啊，我想你都不愿意和你的下属共用一台电脑啊。所以这种安全这种风险上的一个控制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而且我问这个小龙虾，他给我的建议也就是，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物理上的隔离啊，就是你把所有的数据、敏感的操作你都放在一台全新的电脑上啊，或者说一台没有你个人信息的电脑上啊，这样的话就更放心一些啊。好，这就是它全部的一个使用成本啊，就是一个就是环境，一个就是 API 啊。如果这两个你都可以接受的话，你确实可以考虑去养一只啊，就它可以满足你一些私人的定制啊。好，那么我作为一个在市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一个量化交易者啊，我如何让 OpenCloud 帮助到我啊？是不是说直接操作我的钱包去帮我赚钱啊？并不是啊，最起码就说 AI 交易这一块我是不会交给小龙虾的啊。我前面一个视频我也讲过了啊，就那种交易方式才是我愿意使用的啊，且放心的啊。你让我现在把我的账户全部交给一个拥有权限这么高的 AI 去操作啊，我其实是非常介意的啊。那么如果说我不用它做交易啊，那么它对于我还有什么作用呢啊？好，接下来我就分享3个实用的场景啊，我保证你看完你也想试一试啊，尤其是最后一个啊。当然有经验的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使用小龙虾的一些应用场景啊，就是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啊。当然是友好讨论啊，不要发一些言论啊。好，那么场景1啊，就是日常的提醒啊。它的使用方式比较简单啊，就是用这个 OpenCloud 做提醒啊。那么很多交易者其实都有一个通病啊，包括我啊，就是比较容易的忽略宏观数据啊。比如你平时很忙啊，你忙着看盘啊，忙着工作啊，就经常是突然某一个时刻你会想到啊，今天是不是非农啊，会不会对我的仓位有影响啊？那么其实这种事情就完全可以交给 AI 啊。就比如说你告诉我这个小龙虾，每天早上8点啊，按照这个重要程度、优先级顺序，你整理前一天的这个重要的金融新闻啊，包括每周5的下午提醒我这个非农数据的一个发布啊，这些你都可以交给这个小龙虾啊，它会帮助你记住这些事情，会替你去操心啊。当然我现在说的话，其实大家没有很好的一个体验啊，但是如果就是真到那个时间点，就是他那个消息发过来的时候，那一刻的感觉其实还是挺有意思啊，就像真的是有一个免费的一个秘书在那帮着你做一些事情一样啊。秘书闪亮登场。当然我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就是你也不要完全相信他，因为有时候这个他会遗漏到一些突发的消息啊，所以最终的一个判定啊，我们还是自己来做啊。包括除了交易相关的，我其实还让他做一些很生活化的一些提醒啊，比如说工作时间太久了，提醒我站一下啊，活动一下啊，包括提醒我吃钙片之类的啊。这些事情可能我们平时都很容易忘记啊，但是你交给这个小龙虾的话，他会主动的提醒你啊，就是他感觉好像真的有一个小龙虾在乎你一样啊。好，第2个场景就是交易搭子啊。那么这个应用场景对于手动交易者来说还是很有用的啊，因为主观交易啊，它其实很容易缺乏数据的支撑啊，就是情绪呢很容易受盘面的影响，导致失控，导致操作变形啊，导致你很难维持策略的一致性啊。但是小龙虾呢，它可以帮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比如啊，你每天收盘的时候，你让它主动的去下载你账户的一个交易记录，去统计你的表现啊。如果出现回测的异常，连续亏损，包括和你平时交易截然不同的风格出现时，小龙虾它会自动的去提醒你啊。而且为什么它可以提醒你，是因为只要你给它时间久了，就它收集你的这个交易日志足够多了，它会慢慢的懂你啊，
他比你更懂你啊，就他会发现一些你日常没有注意到的一些规律啊，比如说你某一个时间点，比如说你每逢周三的下午，你的胜率就特别低啊，那么他可能会建议你这个时间点你就不要做交易了，或者说就是每当美联储这个利率决议之前，你的仓位总是很重啊，这些规律你靠人脑复盘啊，尤其是你这种主观交易的话，你很难去发现这些特征的啊，但是 AI 它可以帮助你啊找出来，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易的搭子啊？就是你每天的这个交易决策、情绪波动、操作的变形，都会被它非常客观的记录下来啊，就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去纠正你啊，并且时间久了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就不是说市场在跟你作对啊，而是你自己的这个交易行为是总是在重复性的犯错啊，而你这个小龙虾让你看到了你犯错的这个过程啊，那么就是你改变的一个开始啊。那么对于没有数据支撑的主观交易来说，这个步骤对于你建立这个交易信心来说，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啊。好，第三个应用场景啊，这个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做量化，其实找策略这个时间的占比还是很大的啊。就是我们平时需要看大量的文章啊，看论文啊，从这个书籍啊、文献啊、社区啊，比如什么 Reddit 啊、TradingView 啊、GitHub 啊这些，我们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看啊、去总结、去测试啊。那么面对这种耗时且重复性的工作啊，我们就可以找个小龙虾啊。比如说我这里就给他安排了一个任务啊，就一个非常核心的任务，就是帮我找因子，然后写初步的代码，然后跑回测，保存结果到本地啊。那么我这里的流程是这样设计的啊，就是第一步就是我让他去找因子啊，我告诉他去网上找这些啊，比如说外汇啊、黄金啊、比特币的一个潜在的因子啊，比如说什么利率差、COT 报告、或者波动率指标，这些都无所谓啊，大量的去找啊。然后你这个策略周期大于15分钟啊，初始资金就设定在1万啊，然后回测最近5年的一个数据啊。那么基于这些条件，这个小龙虾它就会自己去那些有交易内容的地方啊，去主动的学习啊，比如昨天晚上我这个电脑突然开始播放声音啊，我一看啊，原来是这个小龙虾他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些交易的视频在观看啊，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去找到策略的灵感啊。那么至于说原始策略他用的什么语言、什么框架啊，那么对于作为这个主人的我来说，我就完全不用在意了，因为我都不用去看懂他的逻辑啊，不用花时间去理解，我只需要关注他给我总结的一个结果即可啊。那么这是第一步啊，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让他帮助我这个写代码去跑回测啊，就是我让他把找到的这些策略思路啊转换成 Python 回测代码，无所谓他是用 Pandas 还或者是 Backtrader 或者什么之类什么样的框架都可以啊，这都无所谓，只要他能够回测啊，当然是要使用这种频率比较高的语言啊，因为这种语言出错的概率相对会小一些啊。反正总之就是让他去跑回测啊。那么其中用到的数据呢，我也是让他自行在网上进行查找啊，他可能会使用爬虫技术啊，就把这些历史数据下载到本地的电脑，然后他自己去写好代码，然后去跑回测啊。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是一个保存结果啊，然后回测完成之后呢，他会比如说啊，回测完成之后呢，他会帮我生成一个 HTML 的报告啊，里面包含一些非常关键的一些数据啊，包括它的权益啊，它的总的收益率、夏普比例、交易次数，包括胜率啊，包括最大回撤、盈亏比之类的，以及我们这里的一个资金曲线，都让它帮我们整整齐齐的生成好啊，而且一个策略一个策略的整整齐齐的给我放在电脑上啊，我不用每次都去盯着啊，我只需用定期的去这个查阅它的工作结果即可啊，这样是不是就帮助我们节省了很多我们自己调研的一个时间啊？但是我的出发点啊，我的设想是很好的，但是我目前体验下来，我还是要说句实话，就是我觉得它还是有待改进啊，因为整个过程啊，其实每一个环节都会出问题啊，就各种问题都会出现啊，所以它就会导致我们最终的这个结果，这个报告啊，它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参考啊，而且很多时候大家看到啊，它这个结果报告有时候都不会给我完整啊，它有时候会给我这个策略来源，包括策略的逻辑都给我写好，而有时候呢，它又缺失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它有待改进啊。当然对我来说，其实我也不是很在意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因子的来源啊，一个策略的来源啊。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啊，无非就是损失了一些 token 的使用量啊，然后就需要我自己去仔细的检阅它的这个策略质量啊。当然这对于我来说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啊，因为我本身自己写策略也是要执行一套这个稳健性检阅的一个流程的，这个方法不管怎么样，我自己都还是要做的，就是其他人包括其他 AI 都是没有办法替代我的啊。所以这个策略质量我不是很关心啊，只要他给我的这个结果
能够大差不差啊，能够有一定参考意义啊，我觉得就值得啊。好，这就是目前我使用小龙虾的一个体验啊。我总结一下，就是这些 AI 应用啊，也许并不完美啊，但是它能够帮你做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重复性的工作啊，这就值了啊。AI 负责卷啊，你负责稳；AI 负责广撒网，你负责收网和把关啊。这就是我这个作为一个量化交易者吧，目前找到的和 Open Cloud 最舒服的一种相处模式啊。好，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啊，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拜拜。